大家好，我们是蛙家。还记得之前我们做过的3个国家的收纳盒 PK 大对决吗？如果还没看过，赶快点击右上角的链接回顾一下吧。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2024年最火红、网友激推的收纳盒与收纳箱评测。我们不仅看网络评价，还亲自购买并实际使用，来看看它们是否真的如评价般好用。究竟谁能脱颖而出？让小编带你一起探索。马上出吧 ，Let's go！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评比标准，在挑选收纳箱或收纳盒时，有4个关键要点必须特别注意，这也是我们今天评比的核心标准。1. 空间尺寸。无论是放在衣柜、客厅还是厨房，首先一定要精确丈量空间大小，避免收纳箱买回来尺寸不合。另外，也别忘了预留足够的抽拉或开启空间，这样使用起来才会顺手。如果尺寸选项越多，选购时也会越灵活。2. 使用目的，你打算装什么物品呢？是常用物还是季节性用品？这会影响到款式选择。例如，装常用衣物的话，抽屉式更方便；但如果是收纳换季棉被，上掀式会更实用，因为它能容纳更大容量。3. 材质选择，某些物品需要透气性，就可以考虑麻或布材质；但若是需要防灰或适合户外使用的，则需要密闭性高、抗风雨的坚固材质，才能耐得住环境的考验。4. 款式、颜色与价格。最后一点当然是选择你喜爱的款式和颜色，同时符合预算，找到兼具美观与实用的产品，才能真正物有所值。床下收纳箱，床下空间常常成为灰尘的聚集地，没有好好利用，实在有点可惜。换季衣物、备用棉被、不常看的书籍，常常找不到收纳的地方，这时候你就需要床下收纳箱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3款床下收纳箱的详细评比。首先登场的是 IKEA， 再来是日本天马，最后是宜得利家居。从外观美观度来说，小编将票投给了 IKEA。纯白的设计，清爽简约，非常契合年轻人偏爱的现代风格。接下来看实用性，3款收纳箱的实用性测试，我们先从卡扣部分开始分析。日本天马和宜得利的卡榫设计相当牢固，开合便捷，让人能快速拿取或放置物品。相比之下，IKEA 的卡扣操作上稍微不便，可能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顺利开合。然后是软硬度测试，在材质上，IKEA 和宜得利的箱体稍微偏软，而日本天马则选用了较为坚固的材料，不仅硬度更高，耐用性也相对提升，因此能更好地保护收纳物品，适合需要更强支撑力的朋友们。说到堆叠能力，日本天马和宜得利的设计中加入了堆叠凹槽，即使不放在床下使用，也能稳固地堆放在其他空间，扩大收纳范围而不易滑动，十分贴心。方便取物设计方面，IKEA 和宜得利都配备半开式设计，不需要完全拉出收纳箱即可轻松取物。这样的贴心设计为日常使用增添了不少便利。IKEA 的盖子则是需要 DIY 自行组装，对于喜爱动手的人来说，可能是个有趣的过程，但需要用些力气才能组装完。再来是机动性，这3款中只有宜得利附有360度旋转轮子，移动时相当轻便，不论是拖拉或是移动都十分滑顺，特别适合床体空间或需要频繁取物的环境。综合实用性，这票我们投给了宜得利。最后价格揭晓，在价格方面，最具性价比的选手是宜得利，价格也相对亲民，是本次评比中性价比的最佳选择。床下收纳箱是解决空间不足的好帮手，特别适合收纳那些大型的物品，像是棉被和布偶这类大型布料物品，都能轻松放入。此外，不常穿的鞋子、过季书籍或其他零碎杂物也非常适合放置在这里。由于床下空间通常较低矮，挑选高度较低的收纳箱会让滑入床底更加轻松。可用标签来标注收纳箱，更能快速找到物品，让整理工作省时又省力。除了收纳外，清洁也很重要。蛙家小编群一致推荐居家清洁必备神器，干湿两用 ，CP 值女王就是它——屈臣氏刮刮拖。一组
组里面有拖把、双小拖布、刮水桶各一个。刮水桶对应干湿2种用法，15公分宽，桶身更好收纳。不管是清除拖布毛发或拧干水分，都不会弄脏双手。拖把扁平设计，沙发、层柜底下的脏污通通清得到，深入缝隙，灵活操作，转弯不卡卡，让灰尘无所遁形。干拖完再湿拖，简单操作，让家事变得超轻松。双向排水设计，在刮完水后，甚至比手拧还要干。卫生纸放上去，一吹就掉，直接打趴式手平板拖。使用各种地板材质，解放双手就靠它了。布类收纳箱，换季用收纳外套，往往找不到地方塞吗？这时候你就需要布类收纳箱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3款高人气的布类收纳箱，它们分别是 Joki、日本双山以及 IKEA。这3款在设计和实用性上各具特色，适合不同需求的朋友们参考。首先来谈谈外观，3款收纳箱都具备简约大方的设计风格，但在美观度方面，小编私心把票投给 IKEA。IKEA 采用纯白色调，线条流畅又不失质感，十分符合现代年轻人偏好的极简风格。接着我们来看实用性，这3款收纳箱在不使用时都可以轻松压扁，不会占用太多空间，是小别墅家庭的福音。使用时，内部支撑架可以迅速撑起，提供稳固的收纳空间。Joki 和 IKEA 都配有4面支撑架，箱体较稳固，而日本双山则是2面支撑。虽然支撑点较少，但贴心的设计在底部加上小粘贴，可以防止支架滑动，增强稳定性。设计细节让人惊喜。3款收纳箱的开口设计也各有不同。上盖部分 IKEA 能完全掀开，方便使用时直接拿取整箱物品，而 Joki 和日本双山的掀盖则会稍微遮挡，但仍具备良好防尘效果。Joki 和日本双山的前侧和侧边均设有透明窗，使用者可以透过窗户一眼看到内部物品。尤其日本双山在左右两侧都有透明视窗设计，便于快速找到需要的物品。因此，在实用性方面，我们认为日本双山的贴心设计更胜一筹，实用性的皇冠颁给了日本双山。最后揭晓价格，这3款布类收纳箱中，价格最具优势的是 Joki， 性价比极高，非常适合寻找经济实惠选择的朋友。麻布材质的衣物收纳箱是一款适合用来收纳需要透气的物品，像是棉质衣物、毛巾、毛衣等，都能避免因长时间密封而产生的异味或潮湿。搭配干燥包效果更佳。在应用上，麻布收纳箱可灵活放置于衣柜上方这种机灵空间，许多还配有拉链或盖子的设计，有效防尘又保持空气流通。其简约大方的外观也能轻松融入各种居家风格，实用与美观兼具。抽屉收纳盒，抽屉收纳盒是许多家庭都会使用的常见收纳盒。我们在上一集收纳盒评比也有介绍了3家的收纳盒，大家可以点选右上角回顾一下。今天来推荐其他几款抽屉收纳盒，以利后续挖粉们在挑选时的考量。今天的收纳盒评比来啦，我们为大家精选了3款人气爆棚的产品，分别是宜得利、日本天马以及茶花。首先在外观设计方面，宜得利和日本天马的外观较为中规中矩，经典简洁，但其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茶花。茶花的收纳盒采用了少见的倒圆角设计，摆放起来更具美感，即便放在客厅或其他显眼位置，也能增加空间的美观度。因此在美观度这部分，小编的票投给了茶花。首先测试抽屉的拉出流畅度，3款产品的抽屉推拉都很顺畅，操作方便，但细节部分有些差异。日本天马的抽屉凹槽较深，手指更容易抓取拉出，而宜得利和茶花的凹槽较浅，使用上会稍微不便一些。在防滑设计上，日本天马和茶花都加入了防止抽屉滑出的设计，这样在拉出时不会发生抽屉掉落的情况。相较之下，宜得利则缺少这一功能，因此在使用上需特别留意抽屉滑落的风险。软硬度方面，3款收纳盒的材质硬度都接近，稳固性相当，但茶花的小尺寸版本还附有隔挡片，对于收纳小物如袜子、手帕、内裤等非常方便。隔挡片可随意调整位置，
让收纳更有弹性，这点为茶花增加了不少实用分数。总结实用性这一环，小编将票投给了日本天马，因为它在拉取方便性和防滑设计上表现优秀。最后揭晓价格，这次的性价比之王是宜得利，在价格方面最具竞争力，是想要便宜又实用的朋友的好选择。抽屉式收纳盒是一款超实用的收纳利器，容量大，能收纳各种衣物和杂物。今天我们要用它来收纳孩子散落一地的玩具，特别是那些拆封后的轨道玩具，这些零件常常因没有固定收纳场所而被随意塞进纸箱，不仅容易藏匿小蟑螂，孩子玩时也经常找不到需要的零件，整理起来也不方便。而抽屉式收纳盒能将玩具妥善分类，透明外壳让内容一目了然，真正为玩具打造了一个温暖舒适的家。总结，今天的收纳盒评比到这里结束啦，大家是不是已经入手了哪些收纳好物呢？还有没有我们没介绍到的优质收纳盒呢？非常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，分享你们的使用心得与经验，或许你推荐的产品就会出现在我们的下一集开箱评测中哦。记得锁定我们的频道，期待下一次和大家一起探索更多收纳好物，我们下次见喽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